圣旨到！大神官宣读拳王圣旨，宇宙第一武道大会正式开始。千呼万唤始出来，龙珠超最燃剧情终于要开始了。一大清早，悟空来到集市卖菜，卖完开车回家，看着口袋里厚厚的一沓钱，心里正美呢。途中遇到一个人寻求帮助，车子陷到了坑里，悟空好心下来帮他，没想到他们是一群劫匪，看上了悟空的车子，太棒了，这是胶囊公司出的新车，肯定可以卖个好价钱。这悟空哪会同意？打算教训一下这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匪徒。悟空速度极快，匪徒的枪完全无法击中他。天下悟空，无坚不摧，唯快不破。悟空瞬间来到匪徒面前，一个手指将他弹飞了。悟空给库林打起电话，想让库林陪他修炼，但是库林这边正忙着呢，脱不开身。他又给维斯打起了电话，忽然亮起的权杖打搅了两个人静默的休闲时光。悟空问维斯可以陪他修炼吗？维斯很高兴的答应了，但是必须带着美食。悟空急忙回到家中，换上了练功服。吴天也想跟着老爸去锻炼，琪琪听到突然出现，说什么也不能去。琪琪正在叨叨的没完没了，俩父子悄悄溜走了。琪琪发现后气得大叫，俩父子一阵窃喜。悟空来到医院寻找贝吉塔，看到大肚子的布尔玛，还以为他是吃多了，殊不知布尔玛怀了二胎。贝吉塔好厉害呀！大家满心欢喜的等着孩子的出生。贝吉塔是抑制不住的高兴，马上就要再次当父亲了。悟空突然前来将他吓了一跳，想邀请他一块去比鲁斯星球修炼，但是贝吉塔说什么也不去。两人开始了激烈辩论，为什么不去啊？你没看到布尔玛怀孕了吗？又不是你生孩子，有什么关系吗？笨蛋，这种情况下不陪伴，女人会恨你一辈子的，是吗？吴天出生时我当时死了。贝吉塔可真是一个好丈夫，不愧是宠妻狂魔。维斯前来打算接走悟空，他说道，毕竟生孩子的是布尔玛，你跟着一块去修炼嘛。但是贝吉塔执意要陪伴着老婆。维斯带着悟空走了，悟空来到比鲁斯星球，献上美食，然后就开始了和维斯的修炼。正打得热火朝天，悟空突然想起来宇宙比赛的事情，但是他张口闭口都叫小拳，惹得比鲁斯大怒，警告悟空不要与拳王走得那么近。拳王看似单纯，但就是因为这份单纯才更加恐怖，做任何事情不讲规矩，只凭心情好坏。但是悟空就是不听，比鲁斯有意迫害掉悟空，因为单纯的悟空对宇宙来说也是一份威胁。悟空甚是聪明，成功转移比鲁斯注意力，然后按下了按钮，来到了拳王宫殿。卫士们急忙开始警戒。悟空问拳王什么时候召开武道大赛呢？非常有意思。拳王听到一激动，将面前的星球踢倒了，掉在地上瞬间消失了。这就是拳王的恐怖之处，难怪比鲁斯害怕呢。拳王同意了，马上举办，让大神官全权负责安排。悟空回去了，比鲁斯一拳打在了悟空的心脏，这是对你无视我忠告的惩罚。但是悟空说，拳王人可好了，他已经答应举办武道大赛了，并且会将比赛的事情通知各个宇宙的界王神。三人来到界王神星球，比鲁斯正坐着品茶呢，大神官突然来了，众神急忙跪下。大会的日程和内容定下来了，大神官拿出圣旨，每个宇宙选出10名选手参加力量大会。比鲁斯满脸紧张，而悟空却十分兴奋。但是悟空不知道，后面还有更大的危险在等着他。拳篮比赛在悟空和托珀的对战中结束了，距离宇宙武道大赛仅剩下40小时，众神各自归位，而悟空他们能集齐这10名选手吗？地球上的小伙伴都在为布尔玛生孩子忙碌着，悟空他们突然胜利归来，正好遇到琪琪在准备美食。布尔玛在练功房做产妇早操，贝吉塔在门口守着布尔玛，他十分担心布尔玛这剧烈运动。特南克斯正好看到父亲温柔的一面，让贝吉塔极难为情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悟空与比鲁斯正在大口大口吃肉，但是界王神完全没有心思。悟饭问界王神，地区宇宙有人类的星球有几个呢？界王神告诉他，现在剩下28个，有几个已经毁灭了，但是他并不清楚哪些宇宙有超强力量。老界王神垂头丧气，因为他们在全宇宙排名倒数第2，胜利的希望非常渺茫。但是悟空依然十分兴奋，他将胜利描述的非常简单。悟空想起来可以让莫纳卡参加比赛，这突如其来的想法将比鲁斯整得措手不及，说什么不让莫纳卡参加。悟饭提议让库林参加，但是撒旦却保持怀疑态度。悟空与悟饭走过去坐下，两人利用意象模拟库林3郎的战斗，最后库林不幸输掉，但是悟空对库林有十足的信心，因为库林又开始修炼了。他们在讨论身边的每个人谁可以参加比赛，最后他们定下来9个人，还差1人。小界王神也立马动身，前去调查其他星球是否有超强力量的人，而贝吉塔还不知道这发生的一切，正在给孩子起名字呢。悟空走过来，故作惊讶，告诉贝吉塔一个好消息：宇宙非常大，11宇宙的托珀，我变身超蓝都无法打赢他。贝吉塔非常惊讶，宇宙武道大会是80人混战，非常刺激。比鲁斯朝他怒吼：“这是命令，你必须去！”贝吉塔告诉他们，如果非要我去，就说服布尔玛，否则我绝不去。宠妻狂魔贝吉塔连比鲁斯的老脸都不给了，无奈维斯走进布尔玛的房间，4人门缝偷看。维斯看着他的大肚子，权杖一挥，麻利麻利轰，权杖闪现出一团耀眼的光束，瞬间将婴儿变出来了，落在了布尔玛的怀里。大家惊叹不已。维斯转过身告诉贝吉塔，
贝吉塔先生这次可以参加了吧？看着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贝吉塔眼神透露出无限的爱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看着刚出生的婴儿甚是欢喜，而贝吉塔却远远背对而战。撒旦朝他做出鬼脸，将小家伙吓哭了。贝吉塔气得突然变成超蓝，看来他的内心十分在意小家伙的一举一动，而特南克斯却一心想要个弟弟可以陪他修炼。特南克斯抱着走到贝吉塔面前，他看着自己的孩子，赶紧接了过来，父爱油然而生。而悟空开始行动，寻找参赛的战士们。这一期是集体吐槽悟空的一期，悟空在全篮比赛上狂妄的样子，惹得众神非常不高兴。各自回到宇宙后进行视频通话，但是界王神并不团结，七嘴八舌的讨论一番，最后不欢而散。悟空开始寻找第二个参赛选手布欧大胖球。想当年小布欧非常之强，不过现在的布欧他出来了，这模样好像第一个邪恶布欧。在全篮比赛上的格斗让布欧兴奋不已，他非常期待宇宙大赛的到来。看到布欧变成格斗体型，悟空想与他较量一番。悟空看到谁都想打一架，两个人就在半空中展开了一番赤裸裸的拳脚功夫，犹如甩子一般散发着气功弹。布欧找准时机，瞬间来到悟空面前，接着就是一顿毫不留情的拳打脚踢，利用自己的弹簧特性将悟空推出了场外。布欧不愧是战斗天才，不过悟空邀请谁都和他打一架，还都输给对方，想想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套路？界王神开完会，破坏神又开启了视频会议，唯独比鲁斯没有参加。看到悟空傲慢无礼的样子，着实把几个破坏神气坏了。但还是巴斗斯比较明白事理，他提醒几位破坏神，如果不是悟空提议举办武道大赛，那几个名次靠后的宇宙早已经被拳王嗝屁了，还有时间在这逼逼叨呢？但是他们丝毫没有感谢悟空。骄傲战队的首领托珀对悟空是念念不忘，突然发出警报，赶紧开着大飞船出发。这个大怪张牙舞爪，像一个八爪鱼和食人草的结合体，旁边站着的是他的首领，他们要争夺这个星球。骄傲战队号称宇宙正义之士，怎么能允许他们在这儿搞破坏？这个家伙长得好像破坏神比鲁斯，只是缺少了一个尾巴，与这个大怪展开了激战。只可惜瞬间被他的触角缠住身体，张着血盆大嘴就要吃了他。就在危急时刻，托珀出现阻止了他。原来这个长得像比鲁斯的人是音速战士迪斯珀，三人又摆出土掉渣的 pose， 合力将这个大怪物打倒，又抓住他的首领，俩人一起归西了。托珀告诉他宇宙武道大会的事情，他们打算将吉连请出山。此时的吉连正在修炼。悟空来到天神殿询问17号的下落，这个大黑胖子怒吼悟空，让悟空叫天神大人。悟空见到拳王只叫小拳，太把自己当根葱了吧。悟饭又找到他的比克爸爸，让比克重新训练他。而此时距离宇宙武道大赛仅剩37小时，但地区宇宙还没有找齐参赛选手。